惊呆了！安社宫与日本的头号通缉犯那么有缘。2024年的元月，在日本的神奈川县镰仓市，有一个自称涉及多起连环爆炸案且在逃49年的通缉犯桐岛聪，就是1月25日，安德鲁社公司一家人就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镰仓市。大家有遇过通缉犯吗？在工作中遇到通缉犯的经验，说实在，在医院工作1年遇到通缉犯，可能比我这一生遇过的通缉犯还多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大家在工作中有遇过通缉犯吗？我当社工曾经因为工作关系要经常进出监狱，在工作中遇到通缉犯的经验，说实在，在医院工作1年遇到通缉犯，可能比我这一生遇过的通缉犯还多。或许我们家比较特别，因为方圆1公里内有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，所以被送进来即将成为同学的朋友不少。我们自己发现的通缉犯，说实在的也不少。2024年的元月，在日本的神奈川县镰仓市，有一个自称涉及多起连环爆炸案且在逃49年的通缉犯桐岛聪。惊呆了！因为2024年的1月25日，东京警视厅收到了一个消息，有一名自称是桐岛聪的男子住院。没错，就是1月25日，安德鲁社公司一家人就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镰仓市，晚上回到旅馆，看到日本电视新闻，才发现安社宫与日本的头号通缉犯那么有缘，千里来游玩。桐岛聪是日本左翼无政府组织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。他作为一系列连续企业爆炸事件犯罪的嫌疑人，遭到日本警方通缉近50年，逃亡期间以假名内田洋在国内生活，是东亚抗日武装阵线中唯一最会玩躲猫猫的人，躲了将近50年也从来没有被逮捕的成员。当初警方其实不知道有桐岛聪的存在，直到他们从黑川手中获得桐岛家的钥匙，身份才败露。在安德鲁社公司的医院，最常见的身份败露有3个破绽。最常见的是签同意书，最好笑的是签错自己的名字，很好笑吧？又不是小学生，为什么签自己的名字会签错呢？一定有鬼好吗？其实我们家的急诊护理师很厉害，当病人签名一有一点点的迟疑的时候，护理师立即警觉到有问题，立马叫助卫警进来报警。第二是遗失证件，这有2种
一种是真正的遗失证件不见了，这真的是很麻烦。我曾经遇过健保开办之前就没有身份证的病人，像同岛聪逃亡期间利用假名生活，事件处理过程当中也耗费多时，事后病人还跟护理师理直气壮地说，我生病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啊。最后终于有了身份证，但是有时候签名的时候还是习惯签假名字，这时候我们通常都要提醒他，请写你现在的真名。第二种状况真的是故意用不见的，被朋友的资料，你问他怎样也无法交代清楚，因为社工不会笨笨的相信你说的，也会进行查证，说的真实性，有时候故事也编得太好了，或者是太烂了，都很容易出包。第三种，本来就是通缉犯，送进来没有多久，管区就来了，或是被铐进来，这种人在我们家也不少。这些大多数是被移送法院的过程当中生病了、昏倒了、中风，被送进医院急救的。遇到这些状况，医院里面都会配有管区、配有枪械的警察进行戒护。来医院戒护，这个在医院当中是唯一不用签约束同意书的一种约束。遇到通缉犯，社工要做什么工作？遇到通缉犯，干社工什么事？社工需要做哪些行政的工作呢？在行政程序上，当然要确认身份，补身份证件、身份证、健保卡等等资料，然后协调相关的行政事务。最后当然是医药费的协助，因为很少人会把医药费缴完，所以医药费通常是医院的呆账，医院只能自行买单。你有遇过通缉犯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是安德鲁社工师，我们下一次见。